今天是周末，咱们聊点轻松的话题啊。上个星期啊，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筹款会议上说，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独裁者。此话一讲啊，舆论大哗。他这段话呢，倒不是专门针对习近平的，他是在讲到前一段时期，中国有一个叫那个流浪气球嘛，飘到美国上空了。然后拜登就说，他说习近平因为是个独裁者，他就不能获知到真实的信息，他都不知道有这个气球。更不知道这个气球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他无非是在想说，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孤独，因为独裁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敢告诉他真实的信息。但是他毕竟在这个正式的演讲过程中间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啊，所以他这个此话一讲，中国立刻就不干了。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发了一个声明，跟美国政府提出严重的交涉和抗议，说这个美国这是胡说八道。这种指责本身不可接受，然后呢，就说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所有的政治后果都需要由美方来负责。而这个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毛宁呢，也受命出来专门来怼这个拜登总统。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但是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毛宁的这段讲话啊，我看不到提问我也不知道是外国记者的提问没有他自己主动讲的，还是说有提问他给剪掉了。第二，就毛宁的这段讲话，在国内的媒体没有任何报道，因为按照惯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都会在中国的媒体上以文字稿的形式再传播一遍，做新闻媒体的报道。但这一段被删掉了，为什么被删掉呢？说实在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拜登指责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这个事情本身呢，不能重复。我过去讲过很多次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有些事情是不能重复的，哪怕你反对它都不行。所以呢，中国现在的媒体不希望让中国的民众知道拜登指责了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独裁者，哪怕你坚决反对、坚决抗议，这都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考量。第一，国内平时说习近平他不仅仅是受人民群众的热爱，中国老百姓的热爱，他也是世界人民热爱的领袖你比如说那参考消息天天就在讲，说习近平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人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欧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人类外太空探索指明了方向。言下之意什么意思就习近平不仅仅受中国人民的爱戴，世界人民也非常仰慕、崇拜、尊敬习近平那所以他这是了不起的这个领袖嘛。习主席真的是不得了。对他的这个工作整体是怎样一个评价？习主席他就是很细，但是有一股热浪。我们圈都还是不多嘛，但是我感觉到都热了，很热的那种感觉，激动的就是当时那个都要流出来了那种感觉。第二，如果要是美国总统指责习近平是独裁者这件事情被中国老百姓知道了那中国的老百姓就会真思考习近平到底是不是个独裁者。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不讲，实际上也没人考虑，当然也有可能有人思考但是你至少你这个说他是个独裁者，会提醒大家思考这个问题，这不可以。所以你看到了吗？中国媒体一点关于这个新闻的报道都没有，包括网上的小粉红都没有出来怼拜登总统。我相信要是哪个小粉红在新浪微博上怼拜登总统说拜登总统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我估计他的号有可能不保，有可能会炸掉。不信有些小粉红你们可以试一下看完我们毛局拍案之后，你可以到那个新浪微博上试一下，说坚决抗议拜登总统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我们绝不答应。你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重复一遍，搞不好你的号就不在了。但是拜登的这段话为什么应该说是还值得解析呢？就是因为这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指责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个独裁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老毛当年那么独裁，也没有美国的在任总统说他是独裁者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外交上的基本礼仪问题，
虽然有些国家那个领导人是个混蛋，是个流氓，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国际上一般来说也很少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撕破脸直接说他是个流氓。你比如说金三胖，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个独裁者，但是美国总统也没有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金三胖就是个大独裁者，就是个流氓，他不会这么讲，因为毕竟你做人留一线，将来好见面。万一像哪天川普总统人家跟金三胖还握手呢，那你都说他是独裁者了，这不好见面了，是吧？所以一般的外交礼仪是不这么讲的，尽管有的时候你内心就是这么认为的。你像当年那个齐奥塞斯库访问英国，因为当时英国有求于罗马尼亚嘛，还希望能够让他买点飞机什么的。英国女王那些还不觉得齐奥塞斯库就是一个独裁者吗？他当然知道了，但是他也不会讲，他还给他搞国宴，还笑眯眯的接待他们。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齐奥塞斯库夫妇啊，在那个白金汉宫溜达，那英国女王呢，当时正好遛狗，他看见他们两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不想搭理他们，于是他牵着狗就躲到树林里头了，仅此而已。他也不可能在外交场合说齐奥塞斯库是这个独裁者。那拜登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不太好分析这件事情啊，但这件事情确实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新西兰的总理啊就说我不同意拜登总统的讲话，为什么？因为他下个礼拜就要访华嘛。如果他要是同意拜登讲话，你说他怎么访华呢？所以新西兰他就说，他说那习近平，不是独裁者，那中国人的体制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想改就改，不想改那我们也不需要关心，这是大多数国家的一个正常反应啊。那后来白宫就说了 We're not bashful about speaking plainly about some of the concerns and issues that we have with the PRC and with the challenges that they propose. And the president is very forthright in the way he addresses those challenges and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this relationship. 而拜登后来呢，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说了 We had an incident that caused some confusion, you might say. But Secretary Blinken had a great trip to China. I expect to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sometime in the future, in the near term, and I don't think it's had any real consequence. 我就不知道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会不会说，哎，哥们儿，我觉得你是个独裁者，然后咱们今后还是把关系搞好啊。那我今天讲这个话是想就是这个话题来分析一下啊，就习近平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独裁者？因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是非常关心的啊。这里我们首先要辨析一下什么叫做独裁者。从政治学上定义来讲啊，所谓独裁者啊，是指一个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利都归于某一个个人，而且这种权利是个绝对的权利，不受约束的权利。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把这种人称之为独裁者。跟独裁者啊相近的还有几个概念，首先是一个就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这个政体过程中间，它不是民主的，它不能分享，是由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集团或者由某一个家族独占的。那么在这种体制下，这个体制内部有可能是一个人享有权利，也有可能一批人享有权利，这叫专制主义啊。那么还有比如说威权的威权，你比如说新加坡，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威权主义体制，就是它也搞民主选举，但实际上就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反对党在那个国家也受到一些打击那这是这样的跟民主政体相对应的几个这种状态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中共体制它是属于专制政体，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就是因为它不允许其他政党跟它分享权利，它也不允许老百姓通过一个正常的体制对他们进行约束和监督，这个权利基本是绝对的。但是你说中共的领导人是不是都是独裁者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一定了。比如说老毛，大家都知道，这肯定算是独裁者。干什么干着呢？干着就是自首。
那老邓算不算独裁者呢？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存疑啊。用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邓小平应该不算是一个独裁者啊。那后面的江泽民、胡锦涛，那我想认为他们是独裁者的可能就更少了。当然，可能有些人也会认为他们是独裁者，只要是中共的，怎么能不是独裁者呢？是吧？那然后就到了习近平，我们来如何认定他是不是一个独裁者的问题。那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脉络啊，因为我说老毛是个独裁者啊，是因为毛统治中国那30年时期啊，中国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归于他个人一身。毛登上权力的顶峰是在7大啊，在延安时期，后来在1949年啊，中共占领了全国，那么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也就全部归于毛泽东个人。实际上，当时的所谓的资政院呐，还包括这个政务院呐，也包括那个党内的那套体系啊，实际上在毛的那个权力面前，都可以说微不足道。刘少奇曾经当过国家主席，但刘少奇你说他的政治权力跟毛泽东别说相提并论了，就是能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吗？根本比不上。你去看当年写的回忆录，文革前夕的时候啊，毛有一次过生日，在人民大会堂里头举办宴会。参加那场宴会的呢，有毛泽东的1、2个女相好，然后还有刘少奇，然后还有周恩来。当时呢，老毛啊对这个刘少奇非常不满，在那次生日宴会上，老毛就劈头盖脸的在那发火。后来别人回忆啊，就是在与会的这些人呢，没有人敢说话，包括刘少奇，包括周恩来都不敢说话。而刘少奇参加完那场宴会之后回去啊，跟邓小平讲，他说就感觉到他自己非常危险了。也就是说，老毛啊跟这些党内的人比起来啊，他实际上就是一种君臣关系，并不是他们标榜的同志关系。你像那政治局会议，老毛常年不开嘛，那就是王洪文开完政治局会议之后呢，到长沙去跟老毛汇报，包括就在北京的时候，那也是毛远新代表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呢，毛远新给他汇报。当然这是文革之后啊，那么建国之后，毛的权力应该说是逐渐加大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政治清洗的目的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清洗掉对那些对毛的政治权力有可能构成威胁的那些政治人物。就刚建国之后高岗、饶漱石，为什么收拾他们？因为高岗当时跟苏联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嘛，把中共当时开会的一些信息告诉给斯大林。毛泽东知道之后回来立刻就收拾高岗啊，而且高岗呢当时在东北是人民政府主席，是吧？那有人就当时喊毛主席万岁，也祝高岗的这个永远健康。那老毛一看，那怎么能行呢？是吧？所以所有试图挑战毛泽东个人权威的这些人都要被清洗掉。那当时大跃进的时候，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那彭德怀看到那饿死的那些人在庐山会议上就试图对毛的这个错误的路线进行批评，结果下场是什么呢？就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一直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就变成了神，已经不是人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决策都取决于他自己的那种非常随意的一个又一个的举动。所以毛本人是个专制者，我认为应该说没有什么疑问。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上台了，邓应该说是毛泽东那种封建家长制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当然不仅仅是他了，那个也包括党内的其他那些人，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他们都对毛泽东那种封建家长制的管制方法苦不堪言。所以邓就提出来了，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要执行集体领导，要重新把政治局变成中共的一个这个集体决策机制，就不管是9个人还是7个人，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要由这些人票决，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这个制度确立之后在我看来这之后的政治领导人就很难把它定义为绝对的独裁者。胡耀邦、赵紫阳咱就不讲了你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实际上都是有党内的其他的约束力量了。尤其是到了胡锦涛时代，被称之为9龙治水嘛。这9龙治水是指什么？就是9个常委每个人分管一片，在这个区域内就是他说了算，其他人实际上并没有权利随意进行干涉。那薄熙来事件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年王立军跑到美国大使馆之后，
政治局常委开会，是吧？当时就在讨论怎么处理薄熙来。据说当时有常委啊，一开始都认为王立军把他收拾了，薄熙来还是保留。但是呢，温家宝和习近平两个人坚决不同意，认为薄熙来也应该坚决拿掉。最后呢，票决的结果就是这一派占了上风。那我读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当时的共产党的高层决策体制，它还是一个集体决策，并不是一个人绝对说了算。所以我认为，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江泽民，都不能把它称之为简单的定义为独裁者。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体制，就是在一个独裁体制过程中间的集体领导者之一。当然，他也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权利，也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啊。但是他不是绝对的权利，他还是有党内有一些制约的力量。但是到了习近平呢，我们发现啊，这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在过去的10年，这个国家的体制啊，基本的规则都被他破坏了。比如说任期制啊，邓小平搞的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终身制废除了，但是习近平又把它重新恢复了，通过修改宪法。那么连选连任一届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也被打破了，未来他会去继续执行多少年，我们也不知道，是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自己制定的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这么一个传统也被他废除了，党内的其他派别也不存在了。比如说过去还有个团派，团派呢跟地方实力派之间所形成的这种交互执政的局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传统也不复存在了。您觉得习主席在5年之后连任几届比较合适？这个会不会终身执政？会不会终身执政？您觉得他应该连任几届比较合适？那么您觉得就是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监督和约束这个权利呢？包括就是习主席的权利？是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习近平在党内也是大权独揽，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可以约束的力量了。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一点嘛，他也在不断的通过个人崇拜的方式来神化自己。我前一段时间做那个节目，讲到就是习近平出版了很多著作，是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啊，习近平这个什么著作选读啊，这种做法啊，实际上都是在通过个人崇拜的方式来神化习近平。你说习近平他自己有多好的文采吗？他那东西有多么高深的道理吗？并不是啊。他是通过这种洗脑的方式啊，让人们不断的接受习近平就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你不允许随便的对他进行讨论，更不允许随便的质疑。毛当年通过那个《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方式，就是在不断的洗脑。现在习近平也在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你说习是不是一个独裁者？我认为是的，他就是一个独裁者。同意的代表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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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但是这个习啊是个独裁者之后啊，他确实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啊。首先是就是这个权力的不受约束啊，就使得他很多决策是容易出非常重要的错误的。你想想，当年老毛如果不是他绝对的独裁统治，那大跃进那错误很可能就可以避免，那文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习呢也是一样啊，大家想一想，刚刚结束的去年那个3年的防疫措施，尤其是在最后1年那么疯狂的防御举措假如说是一个集体领导的话，会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吗？未见得吧。因为当时实际上有很多专业人士都指出来这样的做法是错的。如果要是能有一套党内，哪怕咱不说民主的决策机制就是党内的决策机制、集体决策机制，犯这种错误的概率也要大大降低。但可惜呢，没有这样的机制了，没有人可以随便的约束它了。于是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普通的老百姓在那种封城转运不停的做核酸，不停的在折腾的这个过程中间苦不堪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决策机制的高度僵化，只要他自己不改主意，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的方向。
前几天啊，民政部公布了去年第四季度啊中国的这个民政统计信息。这个统计信息里头有一项啊特别有意思，就是第4季度火化人数这一栏啊是空的，前3季度都有，唯独第4季度没有了。当时啊，我还准备想做这个选题啊，但是觉得好像也不太深入的进去啊。这里头我们讲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第4季度不能公布死亡人数呢？是因为恰好第4季度啊，当时是疫情刚刚开放的那1-2个月。大家还记得当时卫计委每天公布全国各地的感染数和死亡人数啊，后来死亡人数经过修订一次之后，说是全国在那个期间一共死亡了5万多人，因为疫情。但这个数据公布出来，没有一个人信。国际科学界普遍的预估啊，这个数字是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因为当时因为医疗挤兑啊，大家买不到药啊，然后很多人感染之后啊，然后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死于疫情啊。所以很多人都在期待民政部公布的第4季度的死亡人数里头，就看这个数据是不是明显高于前3个季度。通过那个统计呢，你就可以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但是呢，这个数据没了，不公布了。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民政部的数据是要求真实的啊，你也不能随便的篡改。所以呢，可能民政部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表达对这样一种错误的防疫措施的抗议吧。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不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决策体制完全都由一个人说了算吗？当他不改变的时候，谁也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政策的执行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拜登说的那个也挺重要的，就是当一个独裁者啊陷入到绝对的权力之后啊，他必然的要进入到一种无法辨识这个国家真实信息的境地，因为没有人敢跟他讲真话了，因为讲真话不好听嘛，然后不好听呢，有可能惹得这个独裁者不高兴嘛，在独裁者不高兴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所以最后呢，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在他面前讲好话，都会讲他爱听的话。这老毛的晚年不就是这样吗？说你想想，我们今天看文革那种非常荒谬的时期，竟然持续了10年，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老毛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敢跟老毛说这一切都不正常，而老毛还沉浸于他自己认为这是改造这个国家的伟大实验呢。习呢，会不会陷入这种状况呢？我觉得也会。这就是统治者，这就是独裁者的孤独，这就是独裁者的悲哀。所有的独裁者最终都会陷入到这样一种逻辑里面去。지켜야 하는 것이 동무들이 본연에 이룰 수 없는 피와 살점과 所以为什么独裁本身之可怕啊，就在于此。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呢，一般来说啊，对这个专制主义啊没有那么强的抵触啊，因为专制啊，像中国共产党啊，过去几十年它经济搞得还不错，大家觉得呢，虽然政治上不能分享权力啊，好像还可以忍受，但是独裁者尤其无法忍受。为什么？就是独裁者一旦犯起错误来说，他实在是太疯狂了。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活中间，独裁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政治专制。第3个方面啊，就为什么邓小平在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之后，这个制度也实行了30-40年，然后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一切又戛然而止了呢？又重新回到了独裁者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啊，就是所有中国共产党的这套制度体系啊，它都不是刚性约束，它都是软性约束。你就比如说隔代指定领导人，这从来不是一项制度，都是他们党内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本身，你遇到一个政治强人的时候啊，可能就废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外部，实际上缺少对中国共产党自己权力本身的约束。你说这个国家有宪法，这宪法能约束到共产党吗？约束不了。这个国家有法院，这法院能约束到共产党吗？也约束不了。所以所有共产党内部的制度啊，它都取决于共产党自己内部
他们的权力博弈。当出现一个政治强人的时候啊，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这一套制度本身呢，对他来说就没有约束力了。更何况像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它本身这样的一个带有专制性质的政党啊，它就有那种慕强的心理，就是希望有那种比较强势的这种政治领导人。然后呢，这种政治领导人呢，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共产党的内在基因，它这个共产党本身呢，带有独裁那样的一个遗传性，所以啊，这个制度执行了40年之后又回去了。老同志要让了，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一个战略问题，要有国有民了，有党了。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最后我想说的是啊，老毛啊，在中国实行了30年的独裁统治啊，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灾难可谓是极其深远啊，也极其惨痛。那习呢？习未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愿啊，不会把老毛时代的那些社会灾难重新带到中国的社会。当然了，我们也只是但愿而已啊。Democracies have become stronger, not weaker. Autocracies grown weaker, not stronger. Name me a world leader who changed places with Xi Jinping. Name me one. Name me one. 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是公开的政治挑衅。站着么站着呢？站着举手。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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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您觉得习主席在5年之后连任几届比较合适？这个会不会终身执政？会不会终身执政？那么您觉得就是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监督和约束这个权利呢？包括就是习主席的权利。是这个问题。